昨天看新闻说，民营经济促进法已经开始正式征求意见了。从公布的草案内容来看，这主要是针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法制规范，具体内容这里就不再罗列。最早得知这部民营经济促进法进入到起草阶段，还是在今年的8月份，而仅仅过去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草案就已经开始对外征求意见。必须要承认，这样的办事效率非常值得肯定，这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来说肯定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如果换个角度，用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能起草出来一部法规，至少还可以证明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形势看来的确是很严峻了。于是这就引发出了一些思考，当然也有一些困惑。在这里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思考，这部法规究竟是给谁来用的？这个问题猛地一看有点晕。法规当然是给所有人用的，这种说法其实呢是似是而非。还是来举例说明吧。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这部法规，你可以说它是给所有人看的，并且所有人都要遵守。但这样的表述只是一种态度和认知。如果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讲，这部法规应该说是给妇女看的，但却是给男人以及企业单位等机构来用的。所以这部法规真正起作用的主体并不在妇女，而在于是约束了男人和各类企业机构的行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触犯这部法律，而绝不会是妇女本人。因此，这部法律所约束的主体也就是男人和企业机构。同理，民营经济促进法约束的又是谁呢？当然也就是有能力去侵犯民营企业和破坏民营经济的力量了。那也就可以这么说，这部法律的成效如何，并不取决于民企本身。所以民企是兴奋也罢，无动于衷也罢，对于这部法律的推行都不重要。第二个思考，这部法规的目的是什么？究竟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答案很简单，目前来看，应该是提振民企的信心，从而让民营经济得到有效的恢复。究竟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接着来分析。还是举例说明，醉驾是一种违法行为，从前对醉驾处罚不严，所以造成很多无辜的人被伤害了。现在呢是醉驾入刑，被醉驾伤害的人大为减少。禁止醉驾是保护了他人的安全，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再想一想，他人会不会因此而奋发图强，努力工作呢？根本谈不上。同理，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主导精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提倡公平公正的对待民营企业，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善意的。但是公平公正的对待民营企业本来就是一个文明法治社会应有的基本素养，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基本配置。那么仅仅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基本的配置，就能促进民营经济的恢复吗？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第三个思考，民营经济目前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要促进民营经济，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但是大量的事实已经明摆在那里，民营经济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并非是出台一步又一步的法律，而是急需一个依法办事的法治环境。不用高谈阔论，就拿欠债不还这件事来说，让多少民企是苦不堪言呐。前2天我就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儿，某地一家民企被欠款了2个多亿，索要了多年，始终不予解决。最后呢，无可奈何上诉到法院。面对铁打的事实和充分的证据，法院先是给出了调解的建议，但是经过多次调解，对方不接受。按照法律的规定啊，那就应该启动开庭审判的程序，但法院始终不予开庭。2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这家企业无数次的催促法院开庭审理，眼看着无法推脱了，就甩给了民企这样一句话：开庭肯定是你们胜诉，但这样造成的影响太大，所以最好还是调解。于是又进了死胡同，也不知道所说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威力，能让法律就此停顿。那么想想看，一个如此简单的欠款案都无法推行，那到底是法律缺位还是有法不依呢？到底是立法问题还是执法问题呢？一切问题都是不言自明。第四个思考，既然民营经济促进法如此的隆重，那就应该理清一些关系。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到底应该听谁的？不知从何时起，各种通知文件开始增多了，很多都是涉及到民营经济。说实话，由于文件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应该都记不太清楚其中的内容。但有一点，任何一个文件的威力其实都很大，一个行业的生死存亡，往往一份文件就可以定夺。渐渐的，很多企业都已经习惯了关注文件，有时候真的会产生一种困惑：文件和法律到底该听谁的呢？好了，这四方面的思考，相信很多企业也都是饱受困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肯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对未来民营经济的持久发展当然会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仍然感觉是远水不解近渴，而摆在眼前的各种迫切解决的问题还是未见好转。恢复民营经济的问题似乎也总是开不对药方，如此情形上面急，下面更急。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这一次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能真正的发挥出真正的作用，能为民营经济多做一点实事。